你好，想弄点啥？老板，你给我看这3块银元，这样也留给我的传家宝。他说的这3块银元啊，长得都一样，但是这个价值啊相差很大。我当时不懂，我也研究半天，这实在研究不出来了，我拿来叫你给我看看到底啥情况。我看了一下，确实3块都是小头，但是确实是3种版别。讲这个价值之前呢，首先得讲一下这个开国小头的由来。开国小头，顾名思义就是开国纪念币嘛，也就是民国刚成立的时候铸造出来的孙像银元，上面的人像的是孙中山。但是啊，一开始刚建立民国的时候，确实是孙中山是临时大总统，然后呢，当时铸造了一批有他头像的这个银元，代替了原来的龙阳。但是孙中山呢，他的当临时大总统时间很短，所以当时铸造的这个孙像银元并不多。当时主要铸造的就是上五星和下五星。现在我手上拿的就是这个上五星，也就是民国刚开始成立的时候铸造的。上五星就是上面就是背面1元这一面呢，上面有一个五角星。然后呢，袁世凯当了总统之后，就不再铸造孙中山的开国纪念币了，就开始铸造袁大头了。但是在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也就是民国的11年、12年，就停止铸造袁大头，又重新铸造这个开国纪念币了，也是孙像的开国纪念币，但是跟那个一开始铸造的这个孙小头还不一样。这时候铸造的呀，就已经是上6星了。你可以对比一下，它这2个银元啊，前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后面也差不多，就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是五角星，一个是6角星。像这2块，也就是等于说民国中期那时候铸造的。然后呢，这2个版别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初铸版的，这个是普通的小头，它俩又有区别了。啥区别？因为它从民国12年开始铸造小头，一直到民国的16年、17年，这中间呢，有一个初铸版。顾名思义，就是小头刚刚开始发行，最初铸造的一个版别，它俩也有区别。首先呢，就是人像这一边，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初铸版的特征呢，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胡须。正常的普通的小头，它这个胡须是往下拉的，而这个初铸版的呢，它有点翘胡，它这个胡子往上挑，有一个挑的这个动作，你可以仔细看一下辨别。这是这里，还有背面呢，非常明显了。背面它这个1元的元字，普通版别元字最后这一捺有一个顿笔，明显的跟这个撇啊，它俩不在一个平行线上。然后初铸版呢，它是一个8字辈，这一撇和这一捺呢，它俩长度一样，没有那个顿笔。这就最主要的特征，其实就是区分它是不是8字辈，一个是翘胡，一个8字辈，就是初铸的版别。然后最后再讲，最后最普通的这一块，从民国12年到铸造传扬之前，民国最主要铸造发行的就是这种普通小头。你这一说，我大致都明白这几个版面了。但是俺也说的这几个价值相差很大，到底相差多少呢？价值相差确实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刚才讲的这个是上五星，因为是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当时铸造的，因为时间短，当时铸造发行量非常少，能流传到现在的特别少。银元呢，跟古董基本上是一样的，物以稀为贵。纯式的小头就属上五星和下五星，数量最少，所以它的价值是最高的。像这枚小头 PCGS XF92 的品相，估计价值应该在5万左右。5万左右？对，就这一块。这一个这贵吗？对。然后呢，数完上五星、下五星，然后就属于初铸了。初铸小头呢，数量也是发行的不多。并且它的做工啊，相对来说比后来的这些更精致一些。
所以它的价值啊，一般像这个 AU53分出注的，应该在3000到4000。哦，这还不少啊，都是。对，这个价值也挺高。包括这个普通的呢，小头如果说是普通品相，一般现在也就700-800块钱。但是像这个是公博 MS64分的，也算是没有流通过的，本身有车轮转光，这种状态的话，应该也在2000左右。2000左右啊，你那下来这5-6万，那是5-6万，那是，这些银元啊，刚才听你说是爷爷留给你的传家宝，这可以继续收藏。如果啥时候缺钱想出，也可以随时过来找我，行吧？行，来，东西您拿着。好嘞，咱谢谢。我的老天爷爷，我等你等了心焦，你可算来了，快给我看看这值多少钱？这是啥情况啊？这是一个大头啊！咦，别提了，这借钱借出来个仇人，叫我气的天天都想哭。你赶紧给我看看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哥？咱这块银元从哪儿来的呀？这事儿说来话长，他亲叫我气的呀。俺伙计这10来年的关系了，买房子嘞，给我借了1万块钱，说好了下个月还给我。这是左等右等，他也不提这事儿了。这7、8年过去了还不讲，这我给他要吧，背影了直接。啥信儿没有，借了钱没还你。对，你说我这也没办法，我天天看到朋友圈里头，乖乖他天天吃香的喝辣的，那螃蟹、大闸蟹，他啥他都有。他发了他逛街奢侈品，我看啥都有。不像缺钱的样子。我一看不中我得给他要钱我带着俺老公，我去堵他家门口去了。这一堵，他家里有个老人搁家嘞，我也不敢说难听嘞，我只是叫情况给他一说。他也没有钱，咋弄啊？他叫这个东西给我了。他就你堵他们家门，对，家里就一个老人。你说老人搁家嘞，你说咱能说啥？本来年龄都大了，万一说点难听的，再伤着他了。那是。我叫情况给他一捋，这个爷爷怪好了。他说了，他没有钱，他叫我拿个给我抵账。他说这东西值钱，够我的账钱。够1万块钱。对，所以我这急了，赶紧找你来看看，这到底值不值1万？他要不到1万了，我还得接着堵他的门，找他的事儿去。那是，现在说实话，你借个钱真是难。你借的时候好借，你还的时候一般说是1个月还，现在都7、8年了还没还你。说的不都是这吗？你说你有钱你都给，你没钱咱好商量嘛。那是这不给个信儿，连信息电话都不接，你啥意思啊你？你也是碰到坏人了。这不实在没办法了吗？你都这，我赶紧跟你联系联系，这叫我急了天天，我都急得难受，因为这事儿。先别生气，反正幸亏人家家里老人啊，还算是懂点规矩。你没钱，最起码拿块银元先顶账，是吧？这关键是这东西它到底值钱不值钱？这样啊，我看了一下 ，PCGS 的是一块大头，还是 AU 的底板，92有过清洗，壁面吧非常漂亮。流动痕迹很少，还是一个三角圆，品相挺好。但是你要说值1万块钱，那差点意思，因为像普通的大头啊，现在一般也就1000多点，是不是？你皮盒的，但是也没给分比普通的稍微品相好点吧。但是你好点，它价值也不是特别高呀。像这个吧，也就1000多，1300上下吧，没问题。但是你要是说值1万块钱，那差的有点远。那你这一说，我还得回去找他去啊。那如果说他家里还有银元的话，没钱有银元也行，多拿几块也可以。抵1万块钱，轻轻松松，是不是？拿几块银元，或者是有龙洋的话，你可以拿他的龙洋，因为带龙的银元一般价值会比大头价格高。那你这一说，我才难受了，心里有2万年，我得赶紧去找他去啊。那这块大头是你看是先留着，还是准备出手？先出手吧，你到时候给我写个条子，我这1000块钱都当先还给我了，我要给他连1000块钱没有了。那你这样吧，现在你卖了也不合适，你到时候他说能值很多钱呢，对不对？他万一说他就值1万块钱，你给卖了也不合适，你先留着。到时候你先再找给他要，不行的话最后再卖，你觉得呢？
那走吧，那谢谢你。没事没事，你这东西一说，我心里有个数。是嘞是嘞是嘞。好，你碰到反正这欠钱不给的，也确实让人头疼。走，好嘞，谢谢你，老板。没事没事没事。好。您好，想弄点啥？你好，老板，想咨询你个问题啊。你给我看这2块银元能不能换一辆车？2块银元换一辆车？对，我害怕换亏了。哦，这2块银元是你的？对，是我的。然后俺朋友想用他一辆刚买的车，落地可能16万多，给我换走。价值16万的车要换你这2块银元？16万多。我的天哪，这你朋友看来也对银元不太懂吧？我不知道，我感觉肯定他合适他才会换，我害怕换亏了嘛。那这2块银元你从哪儿来的呀？这2块银元是俺媳妇家奶给我的，因为俺刚结婚，再去见长辈嘛。俺奶就给我2块银元。等于说你第一次见你媳妇儿的奶奶，给你的见面礼。对对对。那不错，因为像这个银元当见面礼，特别是结婚的礼物啥的，挺好。银元，谐音姻缘。姻缘本身是圆的嘛，也就是你们的这个婚姻圆圆满满，也算是一种祝福吧。那是的，价值还不低啊。价值不低。那你想俺朋友都管用一辆车给我换，那能低了吗？我估计他不止16万。你今天想过来估估价？对，我害怕换亏了，因为我不太懂这个。说实话啊，你要是不认识的人给你用车换这2块银元，绝对是可以换的，确实是有价值，但是没有说10几万的东西，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你像他咋会给我换呢？那可能他也不太懂。首先给你讲一下啊，这俩都是已经评过级入口核的了。公博评级嘛。这个江南甲辰龙是 AU53分的。质口、龙鳞全部都是深打的，特别是龙鳞全龙鳞，品相不错。这边的质口也是全深打，也不错。但是这个价值一般也就4、5千块钱。4、5千块钱？对呀。那2个才换8块钱，16万他疯了。这个反而另外一个就好一点。我感觉这个是大清玄山，龙阳3剑客之一，大清神龙嘛，还是一个前板龙，龙尾没出云，状态也可以，字口也不错，老包浆的，状态是没啥问题。但是这个价值啊，现在市场价也就大几千块钱吧。大几千，4、5千。16万，那差10倍啊！对呀。你没看错吧？是不是有点猫腻呢？我没有看错，可能是你那个朋友啊，对这个银元价值不太了解。那是嘞，我一拿回家的时候，他说没见过，特别喜欢。他想用那个车给我换。网络上呀，现在很多，有的就是你1块银元，家传的银元，一般都能估价几十万、上百万。我估计你朋友啊，可能是以为像只要是龙阳，都能值这么多钱，所以才愿意用他的车给你换这2枚银元。不过你这自己朋友呢，既然敢用车给你换银元，那就说明你那边关系也不错，是不是？还不错啥？你刚才说了一个人家估给几十万，2个不得80万吗？还用16万的车换我这2个80万的东西，都想占我便宜嘞。我这明白了，我心里放心了。我之前想着亏了嘞，这听你专业的意见啊，那是一点都不亏啊。那你这自己朋友的，你也不能说他不懂你就给他换呀，对不对？我也不懂啊，我也可以不懂啊，对不对？那这2块我再给他换了换了之后我再叫他过户签协议。签协议？公平交易。哎呀，没必要这样，都是自己朋友呢。他想黑我这些，对不对？礼尚往来嘛，我都给他换过去。谢谢你，老板。没事。老板，这一次我可发财了，请您说从1000块变成1000万。1000块变成1000万，怎么变的？就是用1块银元变的。1块银元，我先上手看看行吗？好，你看看能不能给的更高？能不能价值更高？对。龙阳，这块龙阳可不简单呀，这是大名鼎鼎的奉天癸卯1两。咱这块银元从哪儿来的呀？前几天去俺朋友家玩去了他家里面那个柜子上放了一个这东西我当时一看就特别的独特然后我拍了一个照片，回家上网一查，果不其然，人家一下给我报1000万。有人给你报1000万？对。
然后我第二天赶紧又去我朋友家了。我对我朋友说，我特别喜欢这一块银元。他说你喜欢都送给你吧。那送给你挺好啊。我一听他都不懂这个。然后他说白送给我，我可不能要啊。为啥呀？这万一以后我卖挣钱了，我不得给他吗？我明白了，你是怕以后卖了之后有纠纷。对，我直接给他1000块钱，我买回来以后，我别讲我卖多少钱，那都是我的了，钱货两清。明白了，我发现你这人做事还是比较小心谨慎啊。那是啊，我多聪明哎。下面我给你讲讲这块银元。你在网上啊碰到那个专家给你报1000万是吧？对。他给你报的价格是真不高，真不高。这个癸卯1两呢，在银元界里面比那大熊猫都珍贵。据听说去年拍卖的时候啊，说是孤品有一枚拍了4600万。你说他给你报1000万，报的价格真不高。我感觉还不高，你是不是管给的更高呀？下面你听我讲一下，这个奉天癸卯1两呢，当时在清末的时候啊，属于4铢币。当时正赶上晚清的保守派和洋务派，他们为这个银元的元两之争正有冲突的时候，所以啊当时只是试铸了奉天癸卯1两，没有正式的发行流通。然后呢到后期洋务派占得上风，然后就不再铸造库平1两的银元了，所以也就前期铸造的有这个4铢币，数量非常少。然后再加上后来小日本侵略咱东北，把这个仅存的几枚4铢币啊都给弄丢了，只有1枚在去年的这个拍卖会上拍了4600万。所以说东西要是对的话，你这1000万确实是太少了，加持个3、4千万绝对没任何问题。但是啊我看着这块银元呢，首先银元它得是银的，这块银元我看了一下，这个银元的字上面已经有黄颜色露出来了，这说明这块银元呢是银镀铜，里面应该是黄铜。包括它这个边齿全部都是整齐划一，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包括咱们这边这个龙鳞看起来是全龙鳞，但是它这个龙鳞啊做的不够饱满。咋说呀，做工艺啊还是太简单太粗糙，所以从这几点上分析啊，这东西是假的。我估计也就是你朋友可能家里的长辈或者啥的，在古玩市场上可能花几块钱几十块钱买回来的工艺品。你都跟我说这一个能值多少钱吧？能值多少钱？对，我刚才就说了，要是真的几千万，但是假的呀基本上不值啥钱。不值啥钱？那你给我具体报一个数，如果超过1000万，我立马都卖给你。不，刚才就说了不值啥钱。假的呢在我们行内叫一文不值，我也不会买也不会要这东西啊。你只能说拿回去自己玩，确实是一文不值。这我不相信，我得找专家再问问呗。那行，您再找网上的专家问一问，如果他1000万能给你收了，那挺好。好。你好，小朋友，想弄点啥？叔叔，你这银元能不能换钱？银元能不能换钱？你拿出来我看看是什么样的银元。哎呀，袁大头，9年金发，还是带钻光的，这么漂亮。你这个银元从哪儿来的呀，小朋友？这是我小时候才出生，我爷爷送给我的。你才出生的时候，爷爷送给你的？那你咋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哦，出生的时候就爷爷送一块银元给你，不错。那你刚才也说了，这是你出生的时候你爷爷送给你的，这为什么要换钱卖了呀？我爸爸在工地上上班嘞，然后在工地上一不小心腿受伤了，这几天一直躺在床上养伤嘞。哦，爸爸受伤了。我昨天晚上跟我爸聊天，我爸说他想吃肉。哦，你父亲想吃肉。
然后我准备用这个买一头猪，因为猪身上的肉多嘛。哦，你的意思想把这个银元卖了，给你爸买一头猪？是嘞。哦，为啥要买猪啊？不是有什么牛啊、羊啊啥的？因为猪身上的肉多嘛。哦，猪身上的肉多。是嘞，猪身上的肉多，我爸吃了估计，那个腿上的伤就好了。哎呀，你还别说，你这小朋友挺孝顺，非常好。但是小朋友啊，你知道买一头猪得要多少钱吗？不是几百吗？几百块钱就能买猪吗？你一个猪好几百斤呢，那你几百块钱，你别说一头大猪了，我估计你一个小猪娃不一定买得着啊。还有小朋友，你现在年龄太小了，看着你也就7、8岁的样子，是不是？刚才你也说了，这个银元啊是你爷爷给你的，并且你也不知道它的价值。我跟你说一下，你爷爷给你这块银元呢是袁大头，袁大头分3、8、9、10年4个年份，这个就是民国9年的，并且啊，这个大头9年还是带板别的，它这个发丝啊特别细，在我们行内啊，这叫9年金发。除了发丝这个特征之外，还有背面的夹合，左边最上面第2个这个夹合它是闭芒，这也是9经的一个特点。另外啊，9点钟的方向它缺了一个小内刺，这也是9经的它一个特征。这个银元啊非常漂亮，刚才你也说了是你爷爷送给你的，我建议啊就别卖了，你还好好的留着，因为这东西到你娶媳妇儿的时候啊，说不定以后能用得上。另外啊，刚才看起来你这小朋友还非常孝顺，等一会儿呢叔叔给你拿100块钱，拿100块钱回去啊，等一会儿你到街上看能不能给你父亲买点肉，你不管是买啥肉都行，不是你父亲喜欢吃猪肉的话，就给他买点猪肉，行不行？行。哎，你这银元就别卖了，知道没？因为这东西你真是因为说你要卖个几百块钱啥的，那人家骗你就不好了。因为这块银元品相这么好，最起码能值3、4千块钱呢，对不对？对。来，东西还留着啊，可别卖了啊！小朋友非常好啊。俺婆婆给我这2样东西卖了，够不够还房贷嘞？够不够还房贷的？我能上手看看是啥东西吗？给你看一下子，一个老钱币呗，然后那一对是他闺女收藏的金手环。哦，这个是银元，袁大头，中华民国3年的，一眼开门，老货，老的啊，这是你婆婆给你的？这不是俺婆主动给我的啊，我给俺婆要的。哦，给婆婆要的，要回来就为了卖了还房贷啊？那你咋弄？听你这一说，应该是已经结过婚了吧？是的呀。结过婚了，这房贷还要找婆婆。呀，这个耳环刚才说是从哪儿来的？他闺女送给他的黄金的耳圈。黄金的？对。啊，对，你婆婆的女儿就是你小姑子呗？哎，我小姑子。那这我先跟你说一下啊。这个黄金耳环是假的。假的？假的，你拎一下重量，特别轻。我看不出来。没事，你拎一下，轻。如果是黄金的话，它比较重，这一看就是假的。再一个，你可以对比一下这个。这不是黄了吗？你看颜色不一样。它带花，我的不带花。你这个手镯一看是黄金的，这是假的。咦，他闺女真不沾钱啊！啊，天天干嘛个花言巧语的，叫俺婆哄得开心的不能赢啊，会说的很啊。一说的送她一对耳环，能半天送个假的啊，会的真多。我跟你说，那你这现在还房贷，这是碰到啥事了？这还得找老婆要东西。俺老公不能挣钱，挣的少。说的这个月那个工资给我了，一能没给上，人老板下个月给他。我这个月这个房贷我得还嘛，不管等嘛。那是。那你这没工作吗？我上班了。哦，那你上班了，你先还着也行啊，是吧？那不对，我上班了，我挣的钱只我自己花，那房贷是他家里边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哦。我去年结婚的时候，我跟俺公婆都说全款买，全款买。咦，他非得说不全款，说的家里边这钱紧，没年钱。他说先付个首付。然后等我结了婚之后，那月房贷不用我操心，这个钱俺公公婆婆替我出。这才刚结婚1年，哎，这来个没钱了。没钱了。俺公公婆婆月养老金就拿2000多块钱，他自己也得收网费。都不够用，那是。我这边俺老公嘛，挣钱挣的也不多，因为这个月又不给工资那我只有说给俺婆要点东西，卖了换成钱，就房贷给俺还了，你说是不是？理是这个理啊，你看，毕竟当时公公婆婆给你许诺了，对他说的好嘞。那是啊，但是现在咱们已经结过婚了，是吧？也算是一家人了，是吧？既然老头老太太现在没那么多钱。那往后我看房贷还得你们夫妻俩来还。那不是嘞，那不是这个理儿。不是，你看现在你们那个房子，现在不是你跟你老公在住着吗？那是的，俺住着了呀。对呀，你们住这个，你看老两口已经把首付给你们付了，那下面这月供你们来还也很正常呀。那不正常，那俺公俺婆这样说了，不要我操心，那我都不操心。那是，那这要是你公公婆婆。他手里有钱是吧？那你让他们来付这个月供，付这个贷款，那都没关系。毕竟你刚才也说了，老头老太太现在也没有那么多钱，是吧？再说你跟你老公都上着班呢，是吧？你这现在这家里传家宝都拿出来了，还有这耳环，不管真的假的吧，也都拿出来了，是不是？那其他的先不说了，你给我看看这总共值多少钱啊？值多少钱啊？刚才也说了，这个耳环啊，它是假的，它不值钱。这个等一会儿你还给你婆婆拿回去。然后这个银元啊，确实是老的，这袁大头现在也就1000元左右。那肯定不够呀。啊，你们这个房贷一个月多少钱？3000。一个月3000，那还有2000块钱是吧？是的。你这样，我刚才看你说啊。你这边月还有领着工资呢，是吧？对啊。不行，你把你工资抽出来一部分，先用了，是吧？先应个急，对不对？回头再找你老公要一样，是吧？那不一样，我挣的钱我自己花，我都这不花，俺老公的1分钱都够好的了，还叫我想着还房贷，你想啥嘞？那是，回头还让你老公还吧，是吧？现在不是你老公还没发工资吗？等发完工资，到时候再找你老公要，不就得了？老板，你也别说那些话了。你赶上这点东西给我变成钱，然后后边那钱不够了，我还找俺公婆要呢。啊，那行，那我就先把这个给您算一算啊。好。你好，想弄点啥？老板，我这有一个传家宝，你给我看看，管不管值100万？能不能值100万？大清轩3。东西没问题，还是苹果肌入过盒的，并且是国外的评级公司 NGC。100万，这谁告诉你这东西能值100万的呀？对，这不是前一阵俺那有一个媒婆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啊，然后这愿意了之后，然后就说赶紧是把那个彩礼的事儿给说爷子商量商量。哦。然后俺妈说的。就是必须得50万彩礼，50万彩礼，我的天呀，在咱们周口50万的彩礼可不低呀。那是不低啊，关键是这俺妈要嘞，俺妈说了，我肯定得听俺妈的话，对不对？那是。当时嘞，这个男孩家也同意了，说这个彩礼可以。这不是昨天不是去他家了吗？说这个事情去了。哦。他当时拿出来一块这东西，然后说的是他的传家宝。传家宝，对，说的能值100万，要是卖了之后嘞，太可惜。哦。然后说，看能不能直接拿这个去顶这个彩礼。哦，你说你男朋友，男方家。对。意思就拿这块银元抵那个50万的彩礼。对。说这东西传家宝。是嘞，他说了。价值100万。对他父母说了，这个全国都没有几个，少得很。哦，就这个。对，就是俺妈吧，
然后也让亲戚媒婆那边去打听了，说嘞他家里面确实有一块传家宝。哦，有一块传家宝，对，就是这个。对，人家证明也没说瞎话。哦，100万。这样美女，这个大清轩山有一个外号叫大清神龙，龙阳3剑客里面的，确实是咋说呀？存世量不多，但是咋说？它的数量也不是说全国只有几块啊。对呀，我都在家里面是吧？放家里了之后，我左想右想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所以来到我店里，想过来看看。对，你要是个金的，它也值不了那些钱，更何况它是个银的呀。不管是金的也好，银的也好，只要是这种银元或者古董啥的，它不是说看它的材质，确实得看它的存世量。没听说一块大清轩山能价值100万呀。虽然这块银元确实是老的，真的，因为已经评过级入过盒了嘛，还是 NGC 的，但是像这个品相的话，让我估价，这东西一般不会超过1万块钱。1万？对，不超过1万。你可别给我开玩笑啊！没开玩笑。另外，大清轩山也没有说是黄金的，没有黄金的，只有银的，它就是银元。晚清宣统年间那时候铸造的。那你说他家里人这是骗我了吗？这咋说呀？价值这一块可能是有出入。你说传家宝吧，确实像这种大清轩山、龙阳，确实数量比较少，在谁家里都是传家宝。那你说这东西，那我回去我得去找他去了，我不能给他愿意。这家人啊，不止没有钱，人品还有问题。人品有问题。对呀，你要没有钱，你直接说不得了吗？对不对？你何必拿这一块这来忽悠我？那是，确实。不过这50万的彩礼确实有点高，估计一般的家庭啊，还真不好拿出来。这东西都可以商量，但是人品有问题的话，啥也不中。那是。那这东西您先拿回去。我肯定拿回去找他去啊。那是。行，没事。好，再见。你赶紧给我看看，我这回发多大的财？用玩具换过来这么多的宝贝。用玩具换过来的宝贝？对。我先上手瞅瞅行吗？我估计啊，我这一次是赚大发了。赚大发了？对。哎呀，这都是银元啊。都是评过级的银元，我的天呀，状态非常好。公博评级 MS64分的小头，品相特别好，不错。这个是 XF45分的9年初发，状态也非常好。哎呀，这个是传阳64加的，哇，这分数更高，状态更好，车轮转光。这还有一个北洋龙，还是短尾的，龙鳞也非常清晰，状态也非常好。你这都是用玩具换的？对呀。啥情况？我是给小学附近开文具店的，就玩具店。玩具店？对，有很多小孩来我这买东西啊。这2天吧，有一个小孩就拿着东西换我的玩具，一个小拼装玩具，奥特曼拼装，5块钱的成本。5块钱的成本。对，他一天换一个，这一下给我换5个了。就小孩拿这银元，7、8岁，2年级吧，可能给你换玩具。对啊，我又不傻。奥特曼玩具。我的天呀！这玩意儿我知道啊，银的多贵啊，还那么大那么沉你也知道这肯定不亏你也知道这东西值钱。银的它肯定不亏啊，我那成本才2块多钱。你刚才不是说成本5块吗？卖5块。卖5块钱。对。成本2块多。对。那你这，东西价值不低，先跟你说一下。我的东西价值不低吗？不，这银元。对，我就想让你来给我看看，到底我能赚多少钱。不是老弟，我看着你这年轻有为的啊。先不管它值多少钱吧。你就说7、8岁的小孩儿，你刚才说了，估计也就2年级的小孩儿是吧？问他了，2年级。2年级的小孩儿就拿着这东西给你换玩具，你都敢换？那有啥不敢换的？我又不亏。那不亏，那肯定是不亏啊。问题是这性质不一样啊。啥性质？你自己也知道，虽然说不知道具体价值，但是你知道这值钱啊。银的肯定值钱。你拿这个东西换不合适吧？
你的意思我还能吃亏吗？不吃亏啊。那对啊，那有啥不合适的？不是赚钱啊。你先听我讲啊，我给你讲讲这些价值吧，好吧？普通的小头现在也就大几百块钱吧，也就大几百块钱，700-800块钱。但是这个不是普通的，MS64分的，这算是没有流通过，也算是车轮转光。像这种品相，一般得2000块钱上下，就这一块，2000块钱上下。对呀，这一个都能值2000，5个我不是赚翻了吗？你先听我讲啊，这个值2000。这个也是车轮转光的，并且是 MS64加的传阳。像这个品相，估计没个3-4千买不着。3-4千，越说越贵了，这。越说我越高兴。那你先别高兴了啊。像这大头，这俩都是大头。虽然分数不是太高，但是也是一个58分，一个45分的，这个一块也是1000多。1000多，一块1000多，没那多。再说最后说一下这个龙阳，北洋龙现在 XF45的，普通的也就3-4千块钱，但是这个是短尾，短尾明白吗？我不太懂。普通的是长尾，它这个尾巴呀不过爪，这就是短尾。它尾巴最后这个长的超过这个爪子了，那就是长尾。长尾的也得3-4千。这个短尾的价值更高，这个估计得在5000左右。呀，这我赚的更多啊！照你这样算，1万多块钱的呀。对呀，1万多块钱，10块钱的成本。7、8岁小孩拿着价值1万多块钱的东西，给你换了5个玩具是吧？对。成本一个2块多。那5个下来也就10多块钱。对，10来块钱。你也敢收？有啥不敢说的？我不赔，卖给你吧，卖给你吧。不，这东西我不能要。咋回事？老弟，我奉劝你一句。不义之财不可取。你要是说成年人拿这儿给你换，那没啥说的。你说这7、8岁的小孩，这一看肯定是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拿家里面这收藏的银元，你说拿出来就这给你换东西，你都敢换吗？那就是这性质不一样。我跟你说，俺来不偷不抢的，不是偷抢的事儿。因为小孩他就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干啥。对呀，这东西你这是说实话，你要是就这卖了到时候人家大人过来找你，不还给人家，你这违法犯罪呀！找我不承认，对不对？承认不承认的，我只能严峻于此。最好放在店里，等着人家大人过来找你。好了，都你装清高。放着1万多的东西你不挣，你不要我卖给别人去，他找我不承认，他知道是我弄的。随意。你好，想弄点啥？赶紧给我看看，我这块银元能不能卖2000万？能不能卖2000万？对，我上手瞅瞅。我的天呀，老哥儿，这块银元可不简单呀！广东双龙寿制币，你可说着了啊，在银元里面，这就是至宝啊！对啊，打了银元，说实话我也看不上。张嘴就说能不能值2000万？看来老哥对银元非常了解。跟你实话实说，我在家里边银元书我买了不下70本，几十本的银元书，在家已经修炼半年了。专门研究银元，研究半年了。所有的银元种类，啥东西都研究的透透的。没有不懂的。对，我也不但研究不但看书，而且经常上市场上去调研。之前是只看不买。那您这块银元从哪儿来的？我们当地的古玩街。当地的古玩街。对，说实话我在这古玩街上我都看好多次了。正好今天早上一个新人，啥都不懂，我看着他闷闷胀胀的。上去就我都相中这一块银元了。你说你们古玩市场新来的？新干的。之前没见过。没见过，他应该是啥都不懂。可能就是半窍，不太懂。对，200块钱要200，我连给他还价都没还价，拿着自己牛犊子做。200块钱买回来的，对，现在想卖2000万，最低在2000万。我的天呀，老哥您是不是有点自信呀？不是跟你说实话吧？不懂行，谁敢乱要价？那确实。老哥您既然懂，那我就不多说了。广东双龙寿制币，这块银元啊，历史上确实有，并且当时好像是为了慈禧过寿，特意发行的，对，是吧？但是没有流通，
只是试住了好像20枚，是吧？20枚，现在我所知道的，反正也都那1-2枚，这是第3枚。啊，您手上这是第3枚。对，我的天呀！最近10年，在拍卖会上都没有见到过广东双龙手指皮。如果说以现在的行情市价，如果去拍卖，确实，我觉得2000万啊，轻轻松松。去了啊！我这轻易不出手，一出手，说实话，我这都人家咋说的啊？古玩这个东西，轻易不开张，开张管吃3年，我这管吃3代。吃3代，那要2000万，3代5代的，我觉得绝对没啥问题。但是老哥儿，您先别激动，也别高兴的。那您这个既然研究银元都研究半年了，对，光那个银元类的书籍啊，都几10本了，是吧？但是那书上有没有说银元必须得是银的？肯定啊，重量啥都对，我都用电子秤称了回来，称过了，重量对，0.01都不错。老哥，您先别着急重量的。我说银呀，它必须得是银的呀。就像这种颜色，我看着可不像银呀。过去的老银都是这样的。这听着声音镶金扑打印，你看扑打扑打。不，老哥，就这种声音，我一听就是铜的声音。这应该外表电镀的是银，里面是铜。跟银差得太远了。另外，老哥，咱有啥说啥的啊，这种4铢币雕模雕出来之后就做了20枚，它就不存在有比如说有弱打呀，或者是铸造缺陷呀，这上面首先咱们看一下，这两边的这个蝙蝠，对不对？包括这上面的字，特别是广东省这几个字，这上半部分明显的都已经弱打了。还有老哥您再看一下内齿，特别是这里的内齿都没有铸造出来，这明显的就是这种机器明显做了很多模具有磨损，不对，是不是？它这是流通过的，就在市面上你摸摸我摸摸，时间长一摸都变成这个样子。老哥，这不是开什么玩笑？广东双龙手指币，你说有流通痕迹，流通过，那总共就做到了20枚，怎么可能流通过呢？它不流通还到不了我手里。老哥，我这样啊，可能是我才疏学浅，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假的。您200块钱买，我觉得就买的有点贵。你是你不懂还是我不懂？那可能是我这边不太懂。大真，你敢跟我说假的？你不信我开玩笑。您再找其他的高人给您看看。行，好嘞。老板，你看这俩银元我值多少钱？因为这俩银元俺妈跟俺媳妇在家里要打架。因为银元打架，我先上手看看是啥样的银元。打架是没打起来，因为这2块银元吵架是吵几回了。双方都不是很满意，现在吵的。因为这2块银元老是生气。那咱这2块银元从哪儿来的呀？当然，俺爸跟俺妈结婚的时候，俺妈带过来的。也留了好久了。哦，算是嫁妆银元。对。那一般像这个东西也都是家里的传家宝啊。确实是传家宝。那看来这老太太把银元给你们2口子了，那为啥还要生气啊？这给的少，都因为这生气。给的少。对。老太太手里还有？没有了。啊？就俺家里总共是12块。12块银元。我一个妹妹。我妹妹也结婚了，当时俺妈说的就是平均分嘛。一人6块。最后嘞，因为这个事儿，俺媳妇就是生气生的啥吧？俺妹妹结婚的时候给她5块。生孩子之后又给她5块，这不是给10块了吗？还剩2块。俺妈说的，俺生孩子，俺结婚的时候也给，关键的是婚也结了，孩子也生了。都没给。都没给的。然后也不提这事儿，所以说弄得很生气。明白了。等于说老太太的银元一开始本来说是要给你们2口子。对。然后你这边有个妹妹，结婚的时候应该是也是当嫁妆银元了，给了她5块。都给俺妹妹了。然后你妹妹生孩子的时候又给了5块。对。剩下这2块老太太给你们了。这2块还不是给的。这2块是我拿过来的。
你拿出来的。俺媳妇俺妈的东西，我实际按理说俺都知道在哪来，都在那个屋里小柜子里边放着呢。哦。那都一家人嘛。然后俺媳妇说不是生气吗？我说嘞，你也别生气了，因为这传家宝，你老是生气也不得劲。我说叫那2块我给你拿过来。拿过来之后，俺媳妇她不要，嫌太少了。对呀，12块只给2块，她都是不要。她说你拿远就拿去。我说这扔了多可惜啊，对不对？这好东西扔了不是可惜吗？那是。我说你不中，我都卖了，换点钱头了。所以就拿过来准备换点钱。对，你要说12块只留2块，搁到家里心里也不得意。看见这东西都光俺妈吵。本来俺妈也想偏。俺妈也太想偏了，你不想儿媳妇一会儿再给你养老嘞，对不对？那是。咱俩光吵架，天天吵架搁不中啊，叫我夹在中间。那对，是嘞。就不放在家里了，干脆卖了。要不然，你媳妇儿看到了，哎，又想起这事儿了，还是老是生气。对，眼不见心不烦。说实话，这些银元，按理来讲，确实是传家宝。你要是不缺钱的话。确实可以留下来，不过按照您说的这种事儿啊，你放家里竟是惹事端，对吧？卖了挺好。这样吧，咱家里的事儿呢，我就不便多说，我就下面给你，我给你讲讲这个银元的价值，行吧？一块北洋龙，一块这个开国小头，2块银元。这个开国小头呢，我看了一下也没啥版别，就是普通的开国小头，不过这个包浆挺好。都是老包浆，一眼开门。像这个品相的话，我能给你800块钱。800？对，这一块给800。然后这个北洋龙价格就稍微高一点了，怎么着它也是龙阳3剑客之一，是吧？并且还是你看，老包浆，这种老酱彩的包浆确实非常漂亮。状态呢，一般只能说，因为流通痕迹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一点。你看这个底板啥的，确实流动痕迹比较明显，有一些小细划。龙呢，好在这个龙面这个龙鳞还是全的。像这个我能给到3500。这个值钱。龙阳确实是比这个小头价格高一些，毕竟这小头啊、大头传阳的都是民国的，像这个是晚清的，你看光绪元宝嘛。3500加800是4300嘛？对，4300。4300就4300嘛。卖了之后，我回去给俺媳妇买2件衣裳红的，别让他给俺妈吵了。对。你老人养恁大也不容易，也确实也没必要。那是，也确实你得回去还得给老太太讲讲。对。你有时候不管是偏向谁吧，你不能太明显。对呀，是吧？你不然的话，到时候容易引起误会。你好比12块，你不说给2块嘛，你给5块也中啊，对不对？那是。俺们7块都是自己人，我也没啥意见。对，是这样的。那我就给你算算。好，行啊，行好。你好，想弄点啥？老板，来看我这个宝贝管值多少钱？宝贝能值多少钱？这是啥呀？这是？给你揭开看一下，黄金酒壶。酒壶，对，还是黄金的。是的。我的天哪，上面有龙，还有落款乾隆年制，这还是个清代的。对，清朝嘞。那咱这个东西从哪儿来的？有什么来历吗？这个东西啊，这是俺朋友当时从我这借走5万块钱，做抵押，叫他的传家宝押我这儿。做抵押，拿酒壶做抵押，借你5万块钱。对。他们传家宝。对，他当时跟我说了呀，他这个传家宝啊，传了多少代了，非常值钱。听他爷说了是吧？这个东西咋来的吧？那时候他爷说了，之前他祖上应该是在乾隆年间应该救过乾隆的命。救过乾隆的命。对，当时乾隆非常感激他，御赐了他这个黄金酒壶。黄金酒壶。对。乾隆就是赐给他老主的。对，当时。这个东西啊，都一直搁他家里边当传家宝了。他说的他爷这一辈啊，当时都是台湾的还是香港的富商过来，花200万想叫这个东西买走。花200万？对，买走。他肯定不卖了。当时搁他家还磨10几天，意思想叫这个东西买走，最后也没有卖。10几天在他家里待了。对。然后出200万。对。不愿意卖。
只有这个东西传到俺那个伙计这个手里边了。他不是那爷子等我用钱，他说的叫他这个传家宝，先抵押我这借5万块钱，因为现在平白无故的借钱谁也不借，你也知道借钱很难。就是以这个东西做抵押。对，他说的放1个月1个月之后是吧？他过来赎过来。这样过几个月了，这个东西他还没来嘞。那你给他打电话，你不是你朋友吗？对呀，我跟他联系，现在问题联系不上。联系不上，我这没账了，我不相信了，我也不能将这个东西自行处理吧。咱不是说咱非要把这个东西卖了，咱履行这君子之约，对不对？明白了啊。那你这今天拿到我这儿来是准备出手？对呀。那你想卖多少钱？你想想，他说他爷那一辈当时都有人出200万了，你现在至少得1-2年了嘛，对不对？那最起码也带个500万啊。想卖500万？对呀。说实话啊，老弟，这个东西如果说是黄金的，还是乾隆年间的乾隆御赐的东西，你要500万真的不高，那确实不高。对吧？别说500万，你就是1000万，我估计很多人抢着买。是吧？我都说这东西值钱了。你先别着急。刚才你说啊，首先咱就不讲是不是乾隆的，咱先说材质，黄金的，是不是？对。你有没有黄金首饰？没有。回头啊，你可以拿着这东西到人家金店里面，就卖金首饰的那个地方，跟人家的黄金对比一下，看这是不是黄金的颜色，到底是黄金还是黄铜？啥意思？我看着啊，这东西跟黄金一点都不沾边，一点点都不沾边，这就是黄铜的酒壶嘛，小酒壶。你的意思这东西不对是吧？材质不对。虽然这上面有你看雕龙画凤的啊，这边是凤，这边是龙，看着挺吓人。还有上面这个落款还乾隆年字，就光这个乾隆年字这4个字啊，跟老的一点不沾边。包括这个整个的做工，你要是搁清代乾隆年间皇帝用的东西，最起码得是手工雕刻呀，这明显的是翻砂，这也不对，整个器型啥的全部都不对，这东西也不是老的。我知道了，你也别给我挂耳冒响了，你能给我个痛快话，这东西你给多少钱？是这啊，我先跟你说一下，你还是抓紧时间跟你那朋友抓紧时间联系。这个东西我估计他是在古玩市场淘回来的，假的，能明白吗？跟古董不沾边，这就是现代的工艺品。现在的工艺品？对，你在古玩市场上这也就几百块钱。那不中，那你要如果说真是现代工艺品了，那我得给你，我得找他，我找他家，我不能找他了，找不着人我得给你找他家。对，你抓紧时间跟你那朋友联系联系吧。啊，行，先谢谢你老板啊。没事。老板，你给我看看，这俺爷给我的这几块银元，管不管换点钱？爷爷给的银元，我先上手瞅瞅行吧？哎，我这最好能换一部苹果手机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总共是3块银元，1块龙阳，广东省铸造的，然后还有1块是英国的战人银元，还有一个3年的大头。你这是准备卖了买手机，是手机坏了吗？不是嘞，俺男朋友他不是喜欢打游戏吗？他现在的这个手机打游戏老是卡，他很烦。然后我想着这个东西吧，然后俺爷那时候给我的时候就说这东西，可以放着传家用，也可以就是卖了换钱应急用。那一般像这种银元啊，都当传家宝留着了。确实家里如果碰到啥事了，确实能换钱。对，所以说我当时都想起来，然后我这3块东西，我说把它卖了之后，然后给俺男朋友买一个，就是现在不是苹果最新的那个款，然后打游戏不是省了卡了吗？哎呀，那你这挺好，对你男朋友是真好，把爷爷给的这个传家宝银元卖了，给你对象买手机。那你这看你年纪轻轻的，现在参加工作了吗？没有嘞，还没有参加工作，还正在上学哈。那你男朋友呢？我男朋友也没有毕业的，快毕业了。都在上学。对。哎呀，都在上学。你说你这个女孩呀，你这给你男朋友为了买手机就把这个银元卖了，是不是有点可惜啊？这可惜啥？俺爷本来都说只管
换钱，然后当事儿用。然后我现在不是有事儿要用吗？再说了，俺男朋友对我非常好，非常好。对，然后平常给我买各种东西。哦，那你说你这男朋友家庭条件也不错呀？他的家庭条件一般嘛，反正没有俺家庭条件好。一般。对，他在学校里面有个兼职，就一个月有几百块钱。哦，那你这条件不好，还给你买东西，那是啥情况呀？这俺男朋友他一个月的生活费，他爸妈给他1000块钱。然后我一个月，俺爸妈给我3000，然后他说的就是我们两个的生活费放到一块儿，然后一块儿花，放到一起发。对，然后我的钱就是俺妈给我了之后，然后我都给他放着了。那他就是用这钱给你买东西？对呀。那不等于说是花你自己的钱吗？那不一样，他都是给他俩，他拿着了，他都是花到自己身上，我不是也不知道吗？对不对？他也算是花我身上了吧？哦。那你这是傻白甜呀！你这是，这样吧，我先给你看看这个银元的价值，行吧？可以。战人跟大头这俩价格啊差不多，像这种品相壁面上没啥伤，这个也就算是通货的品相。像这个一般啊，现在回收价一块也就1000，两块2000。然后这个龙阳啊，价格会高一点。龙阳呢，广东省的龙阳相对来说带戳的比较多，这个没有戳，还挺好。那这个呢，我要是回收的话，可以给到4000，加在一起啊，能给6000块钱。哦，6000块钱。对。那差不多，我手里边也有一点的，我的生活费马上俺爸妈该给我了。准备买个好一点的手机。对啊，既然买了，已经买好了呗。是这美女，其实啊，完全没必要卖银元。像你男朋友听你这样说啊，你男朋友应该也是一个有为青年，是吧？你可以完全让他多兼点职，是吧？你去挣点钱，去凭自己的本事去买手机，这样我觉得更好一点。咦，他本来都不喜欢出去兼职，他感觉那工作，一用他的话大材小用啊。以后挣大钱。对，他觉得他以后要是挣钱，就肯定都直接能挣大钱了。那行吧。银元呢，我可以收。刚才您也说了，这是你爷爷给你的这传家宝。我建议啊，你卖之前先跟家里人说一下，商量一下，因为这东西卖出去，买就买不好买了，毕竟这是家里的传家宝。也不用跟他商量了，我卖了之后回去给打电话给他说一声就行了。说一声。对。那你这样吧，今天呢，这银元我就收下，我给你留3天。你卖了之后呢，你回去跟家里人沟通一下，如果说家里人不让你卖，这3天之内你可以赎走，但是过了这3天，这东西到时候有可能就不在了。行吧？可以啊，那行。哎呀，小伙子你过来了啊！这回我磕你磕来了啊！我这宝贝任何人没叫你见过，宝贝任何人没见过。我都因为这个宝贝啊，我天天睡不着觉，天天想。不，大爷，你让我看看到底是啥东西，是吧？这是天天都睡不着觉了，这看来是来历不小。啊！我的天呀，这你弄不到这些东西。这包的挺严实啊。这说实话的，这个网上专家说了我这些头头的，这是过去那些当大官的就用过的这些东西。以前达官显贵用过的东西。我的天啊，这是一个小盘子呀，这是啊？这是金子的呀，黄金的，一般的金，一般的没有啊。我的天呀，黄金！不是网上说的，专家说一顶100-200万，100-200万，200万头，200万。叫我去上北京去上哪去，我不管去啊，我考虑了。你去到这以后，叫那些邪社会啥家的盯上我了，这东西给我偷跑了，给我抢走了，叫人给我害了，我咋能干？我天天睡不着觉，我知道了。做梦。您的意思就是专家给你估价能值200万，200万，让你去卖给他。要去，我是不敢去。这家人生地不熟的，万一碰到坏人给你抢了。是的，我天天睡不着觉，啥天去是不去，天天搁这想，想来想去是不管去。不是。你看你不是给我瞅瞅。先别着急，大爷，您这东西从哪儿来的？耶，跟你说这就那，原来我是干啥的啊？我这原来是个西安收破烂的，在哪儿？收西安呐。
西安啊，陕西西安。西安收破烂的。啊，在那边收破烂。我整理破烂的时候，搁个那个小箱子里头，跟那个纸包的银子里一看，乖，这还沉，还黄灯是金子嘞。哦。我伢子呐，我这个收破烂不干了，搁家里我又放有5、6年了。5、6年了，我也不可能。就你就是收破烂的时候发现的，然后你发现是个宝贝，我是个宝贝，然后收破烂就不干了，直接回咱们老家这儿来了啊。这前一阵子我上王鸟叫你一查，我专家说顶200万，这我200万了，可发财了。这我想来想去不中，我不敢去。反正你连么给我180万的，你赚20万，我愿意。想180万卖给我，卖给你，我再去找专家卖200万，我从中间赚20万。20万，行，大爷啥也不说了，您这做人啊是真厚道啊。做人都得厚道。我得给你传。不是大爷，您先别着急啊，您先别激动啊。首先这个东西你说是黄金的，对呀，专家给你说的。专家说的。专家都没见过这东西，他咋知道是黄金的呢？我给他介绍的清楚的很。你给他说是黄金的，他也认为是黄金的。对呀。首先，大爷，就这个盘子，小盘子，如果是黄金的，比这重量要重得多。黄金的密度啊，19.3，基本上咱们常见到的金属，黄金它是最重的感觉，拎在手里有扎手的感觉。这个呢，虽然很大，也有一定的重量感，但是跟黄金差得远了。如果这个是黄金，最起码是现在重量的3倍以上。另外啊。咱们再看一下，这种做工也不像老的，你就是以前的，你就是一面镜子，一面啥的，它也得有落款啥的，对不对？这上面啥也没有，并且我看着这个截面，您看这个截面有点割手的感觉，这明显的时间不长啊，对不对？时间不长。这东西也不是老的，看过的真割手吗？你感觉一下，是不是有点割手的感觉？对，这都上车床切割机啥的了，对不对？你搁古代哪有这样的呀？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老的，然后我跟你说，你在网上找的那专家也是个骗子。黄金你最起码得看实物啊，首先拎重量，对不对？看一下实物，连实物都没见，他都说肯定是老的。肯定是黄金，那不是骗你钱吗？他差点求着我，那骗人的，骗人的。来，东西你还留着，不是，绝对不是黄金。那我当不大了，生意也不干了。你这样，大爷，你以后啊，你看找家里面有没有银元？我这边专门主要还是玩银元，收银元。你要有银元的话，你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家里现在没有银元，到没有银元走着了，我给你看好不好？好，哎，那就这样说。哎，那您这个东西您还收起来？那家里都没价，真的，我整发财发不成了。